树回春，什么都可能。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的沸腾，还好你的我点燃使命的火。哎，安高安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上厕所啊。其实 Dr. Wan 也蛮可怜的捐肾就被抛弃，是我也会耿耿于怀。可是那毕竟是他爸，而且都已经真心认错了，有必要做到这么绝情吗？真没刺在你身上，永远不知道有多痛。毕竟不是当事人，很多事轮不到我们来评断的。对不起，我拿电话。喂，你从太平间出来啊？怎么到现在才到啊？不要这样大声，等一下人家听到。钱呢？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我哪有钱给你？我那个儿子他不来看我。是你自己说的，要我帮你演戏，到时候你儿子会把钱给你，你会把钱给我。哦，现在钱进口袋了，你就忘了我了啊？你耍赖了啊？好了，我现在是真的没有钱，你就不要再逼我好不好？你都已经演得那么惨了，他还不上当，鬼才信你呢！我怎么知道他会这么绝情？我都住在医院了，他还不来看我。我现在只好能够住多久就住多久了。哎，出来帮忙一下。小心小心。你去了哪里啊？怎么找不到你？我上厕所啊。我去了厕所都找不到你啊。我去楼上的厕所，这边人太多了。那你先坐好，我帮你抽血。啊，才刚刚抽不久，怎么又要抽啊？这次验的不一样，你放心，很快的。哦。医生干嘛这么大力？你到底可以不可以啊？上次那个明星一抽就有了。你的血管太细，不容易抽。不如我来吧。这次一定可以的。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整安高安？不错哎，这个你都看得出来啊。怎么玩得太过分了？他不是更过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Dr. Wan 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他的老爸是个大骗子，把我们骗得团团转。Dr. 那边，Dr. Po，你刚才对 Mr. Wan 做了什么？他要投诉你。是你自己说的啊，要我帮你演戏，说你儿子会来看你，到时候呢会给你钱，你会把钱给我。哦，现在钱进你口袋，你就耍赖了啊！你不要说我冤枉好人哦。他真的是在骗我们，演技也太好了吧？你是怎么拍到的？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一看到那个 message， 加上他鬼鬼祟祟，我就知道有问题了。还有，有了这个视频，就可以还Dr. Wan清白了。值班的时间不留在自己岗位，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吗？
你不止伤害了病人，而且还违反了职业道德，你懂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？比起他做的那些坏事，这一点小痛算得了什么就算他有错，你也不能拿这种事来开玩笑啊。 ？Bro，你不要告诉我到现在你还在同情他，理智一点好不好？不理智人是你，你辜负了病人对你的期待。我只是小小教训他，这样也有错吗？今天你拿的是针，要是有一天你拿的是手术刀，还得了？我们不是法官，不能够因为病人的可恶而擅自惩罚他们。Dr. Wan 的事情刚过不久，你们完全忘记了？就是因为之前误会了 Dr. Wan， 这次我才查清楚，事实证明我没错啊。Uncle Wan 做了那么多缺德事，还误导大家，难道我们就坐视不管吗 ？OK， 医生的职责是什么？是救人。你们要记住，身为医生的使命，不能够因为病人的身份、地位还有行为影响了判断，更不能够滥用职权，要不然跟那些作恶的人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会跟Uncle Wan道歉。道歉是要的，但是还是要接受惩罚。不是又要帮Madam拉打扫吧？当我们是小孩子咩，还罚我们抄写10遍，幼稚。如果不是你去做那么幼稚的事情，哪来那么幼稚的惩罚？还连累我们跟你一起受罚。你还不是一样生气Uncle Wan骗了大家？至少我没有故意整他。你们别吵啦 ，Dr. B 罚我们抄写，一定有他的用意。 Practice my profession with conscience and dignity. Make the health of my patient my first consideration. 你听到了没？不止这样，我们还要顾及大权。我们看东西还是太表面了，做事又冲动，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人。哇，你们的每句话都射中我的要害，是不是嫌我伤得不够重啊？以后发生什么事啊，我就当自己是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到时候你们就不要怪我冷漠无情。写得怎么样了？写成这样，你还敢教啊？这是 Doctor's handwriting， 证明我天生就是当医生的料。医生的体力也要很好的，不如你也证明给我看。你竟然会有这一招啊？不会是以前经历过吧？刚才用脑想，用手写，现在用脚跑，全部一起并用，想忘记都难。还有10圈，继续。比当兵还累啊！不要那么多话，快点。 Dr. B， 天气这么热，我怕他中暑。难不倒他的，不要帮他求情。那我陪他一起跑吧，多一个人比较有动力。OK 吗你 OK 啦，哇，你真的够 brother 哦。年轻真好。你很老吗？ 1、2、1、2、1、2。这几个小医生其实不错，就是待人处事不够成熟，需要时间磨练。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够严格，所以一直长不大，少了医生应有的素质跟担当啊？所以才需要像你这样的导师来引导。也不要这么说，医院少了我还是可以继续运行的。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有耐心的。 说到底，你还是要劝我留下来，不想跟我走，对吗？我相信你在这里会找到你的使命，也一定会有支撑你留下来的原因。如果说离开是因为人事，那留下来就是因为人情。当然呗，我刚好想找你们，我等下有位病人，想请你们过去看看。啊。 Dr. Bay，现在安打电话来叫我们再开看 Dr. Chu，又没有跟我们说是什么事。
不好意思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等一下 Dr. 初会跟你们解释的。不要担心，做一些检查而已啊。 baby 看我这边哦。好 ，good，OK。可以让护士带 baby 出去喝点水吗？好，看，出去喝水好不好 ？OK， 拜拜。凯凯的瞳孔有白光反射，证实是白瞳症。白瞳症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征兆，你觉得凯凯有什么问题？我怀疑是视网膜母细胞瘤。什么细胞瘤？这是什么病？是啊，我听都没听过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这是眼部恶性肿瘤，俗称眼癌。眼睛也会生癌？这是比较罕见的眼部疾病，一般发生在3岁以下的幼童，大约有40%的病人，他2只眼睛都会出现肿瘤。凯凯的情况也是一样。哎呀，怎么可能？他这么小还这么活泼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一个 baby 怎么可能会有癌症？你先别急，Dr. 初也只是初步怀疑，还没有确诊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需要做进一步检查。凯凯必须要全身麻醉，这样才可以扩大他的瞳孔，检查他的视网膜。我也需要儿科医生帮忙检查，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。我可以配合。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不检查不可以吗？给他吃药、滴眼药水，至少没这么危险。Dr. 初就是要查出病因才能够对症下药，所以检查是一定要的。如果真的是眼癌，最坏的情况是什么？如果是初期，可以进行激光或冷冻局部治疗，有可能可以治愈和挽救视力。万一没得救怎么办？那就要拿掉眼球，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那他不是会瞎掉？不行，不可以。吃点东西吧。谢谢。哎呀，如果那天我帮他看诊的时候，就发现他眼睛有问题，说不定可以提早发现，早点治疗。你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上。你别担心，Dr. 初会尽力救他的。他刚才说了，如果要彻底治好他的眼癌，就必须要摘除眼球。有哪一个妈妈能够接受孩子才2岁就完全失明？不管是孩子还是妈妈，这都是一场噩梦。真的很可怜呢，这么小就看不到这个世界。尽力吧，医疗再怎么发达，还是有局限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另一个可怜的孩子，谁 ？Mrs. Sweet 叫我问你，估计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帮甜甜做肝移植？哦，我问过 Kim 了，他说甜甜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危急，再加上移植的名单上还有很多人在排队，没那么快轮到甜甜。哎，我们能不能在网上呼吁公众捐肝给甜甜？看来就这个方法，我也会去做检验。你也要捐肝？当然啦，我是甜甜的主治医生，应该以身作则的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当护士这么久，什么医生都见过，就是没见过像你这种为了病人不止掏心掏肺，还掏钱掏肝的医生。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爸爸。你不要怕，有医生叔叔在。我有爸爸吗？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我遇到我father，
如果不是他收养我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好医生。你的确很像他，只是没他那么严厉。他肯定也以你为荣。只可惜啊，我真的没有这种能力，能够让所有的病人无病无痛的走出这个医院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只是有些病，无论再好再厉害的医生也无能为力。凯凯的妈妈会明白的。才值一个晚班，你们就累成这个样子。还说风凉话，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啊，看你们的猫样，肯定是在我背后做了一些坏事。不关他们的事，他们只是好心陪我一起受罚。没想到Dr.贝这么狠，不止罚抄10遍，还罚我们在花园里跑15圈呢。还不是想要帮你出气。长颈鹿用了等小手段帮你教训 Uncle One， 没想到他还脸皮这么厚，死赖不走。我还以为你是个无情的人，原来无情无义的是他。完的，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，你就留下来吧。对哦，你走就代表你输了。你们是真的舍不得我，还是怕我这个瘟神走了以后没有机会做坏事啊？你认真点好不好？如果你现在离开问圣东，大家肯定会认为你是心虚。对啊，还会被冠上不孝子的罪名哎。骂就骂喽，反正又不会少了一颗肾一条腿。你不觉得就这样走掉很不值得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让我告诉你们，我走是因为我怕了你们。怕我们什么？你们一个两个舍不得我，我怕你们会爱上我，还不赶快先走为妙。爸爸很累了，妈妈抱好吗？要不要？我要爸爸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爸爸抱抱，爸爸抱抱，还要亲吗？哎，好。哎呀，亲了，只要你开心了，爸爸为你做牛做马都可以。爸爸好厉害！忙够了就下来，爸爸累了。我不累。今晚想吃什么？随便，我什么都可以。那我就随便煮喽。哎，你煮什么都好吃呗。请问你是不是温文华的太太？不是，我跟那个人早就没有关系了，不要来找我。我是他儿子，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回家吗？嗯，我很久没有见到阿公阿嬷啦，想去看看他们。那就一起回吧。我们先去超市，我想买点水果给他们。好啊。哇，你们就好啦，可以回家。我还有6个小时才吃完饭，不知道撑不撑得住。加油啦Dr. Chong，手这么快就好了？我又可以开始练瑜伽了。我刚复完诊，你的手有好一点了吗？哦，没事，过几天就可以开始高了。我们差不多时间受伤，我要找你的时候，你就出现在我面前。
这证明了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有缘人。今天我只是回来做点 paperwork 啊，现在要回去。正好，一起回吧，路上可以互相照应。Sorry 啊，今天不是很方便的，我等一下有事。Bro， 你这样不觉得吗？人家的手刚刚才好，你去照顾一下嘛。我都自身难保了。那就让我照顾你啊。可是我跟仁惠有约了。没关系，我下次再去看阿公阿嬷，人家特地来找你，你就送他回去吧。那走吧，Megan。哇，这家伙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？异性缘这么好。浩南是天生的暖男，性格好，温柔体贴，有女生喜欢，有什么奇怪的？长颈鹿，以前在医学院，浩南有谈过恋爱吗？1、2段吧，都是 puppy love， 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不过我看浩南好像对那个女的没有什么感觉，他应该不是浩南会喜欢的类型吧？很难讲哦，你刚才没注意到那女的眼神，看到浩南就像看到唐僧肉一样，而且人还这么美，男人是很难不沦陷的啦。我看浩南这次应该是劫数难逃哦。有一个潜在的伤口，在无意的时候牵动多少感受，有一份春芳的温柔深藏在我心头，就是说不出口，彼此现在的交涉即使能还原，为生活超越了朋友，好想和你牵手，想和你牵手，或许你不明白我爱的感觉，爱的感觉还在心头。